10年前，15年9月3日，北京天安门可谓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一场盛大的阅兵拉开帷幕。刚上台2年的习近平身着灰色中山装，站在敞篷红旗检阅车上踌躇满志，钢铁洪流隆隆驶过，导弹林立，欢呼声中却有2个名字无人敢提，这2个名字就是郭伯雄、徐才厚。这对昔日权倾3军的军中巨头，此刻一个挂了，一个在秦城监狱彻底失去了权力。阅兵面上展示的是光荣与梦想，暗地里却有一丝宫廷剧般的血腥味。在前1年，习近平发动军中反腐风暴，闪电打虎 KO 了郭徐这2只大老虎，10年军权博弈的帷幕由此揭开。10年军权之争，几多刀光剑影，10年军功腾飞，又暗含多少利益交换和豪赌。每一次权力一手，都伴随着军队战力的一次跃升，每一项新式武器背后也少不了权力场的明争暗斗。大家好，我是张狗剩，今天我们就细说习近平执掌军权10多年来的腥风血雨，以及兴兵强军背后那场无休止的权力游戏。要说习近平接班前解放军烂到了什么程度，得先从几十年前的陈年积弊谈起。老毛有句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共历代领导人都深谙军队是安身立命之本。改革开放之后，邓小平为了集中精力搞经济，一度尝试让军队从政治和财政舞台上淡出。他削减军费，100万大裁军，把钱投向民生，先经济后国防，军费紧巴巴，子弟兵只好下海经商补贴家用。1985年，中央军委甚至发文允许部队经商，军用机场码头对民航开放，军队医院揽收地方患者，部队招待所对外营业。有钱不赚王八蛋，一时间从将军到士兵纷纷下海捞金。军队经商确实一度缓解了经费之困，却也埋下腐败滋生的祸根。到了90年代末，军队大规模经商带来的贪腐乱象已经触目惊心，甚至牵涉了惊天走私巨案。1999年前后的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就是典型。当时大佬赖昌星在短短数年偷运原油、汽车、香烟、芯片乃至军火，总值高达人民币530亿元，逃税300亿。这里面就少不了军方的帮忙。赖昌星在厦门开设奢靡的红楼，声色犬马笼络各路官员，连海关、公安和驻闽部队都有高层卷入其中。根据后来披露的信息，解放军总参情报部门副部长姬胜德就因收受赖昌星巨额贿赂被查，案发后震动高层，迫使时任军委主席江泽民不得不出手。1998年，将下令军队一律不得经商，要求所有军队经营性企业限期移交地方。表面上，解放军自此退出商界，大批军办公司关停。然而，任何困难都难不倒勇敢的人民解放军。军队虽然不挂牌经商了，却换了更隐蔽的方式继续敛财。说白了，军队自成体系，不受监督，他们掌控的大量土地，还有房地产开发、装备采购、工程物资，这些也都是唐僧肉。2002年，胡锦涛接任中共总书记，然而军委主席的位子，我们的哈总江泽民并未交出，反倒在军中安插了心腹郭伯雄、徐才厚出任军委副主席。郭、徐2个人在军中门生故吏，遍布要害部门，一时间权倾朝野，成为仅次于胡锦涛的2号、3号人物。那时候胡锦涛虽然名义上执掌军队，实际上解放军很大程度要听郭、徐2人的，军内卖官鬻爵更几乎成了公开秘密。有真才实干却不会行贿者，仕途无望；懂得进贡钻营者，则平步青云。胡锦涛执政的末期，习近平即将上台的前夜，解放军终于爆出一个重量级腐败案——古俊山案。古俊山是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军衔。2012年初突然被立案调查，成为中共18大前夕军中落马的最高级别将领。此军贪腐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根据后来媒体披露，2013年1月，军事检察机关去古俊山河南老家抄家时，出动20多名便衣武警连夜行动，2两队列排成人肉传送带，一箱箱军用特供茅台从古家地下室传出，往外搬装了2卡车。古俊山特别喜欢黄金，在他的宝库里有一艘寓意着一帆风顺的大金船，还有不知道寓意什么的黄金水盆。更搞的是，还搜出来一尊纯金毛泽东像。这些细节曝光后，人们这才意识到，原来解放军内部早已腐烂透顶。2015年8月，军事法院以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行贿、滥用职权等5项罪名判处古俊山死刑，缓期2年执行。不过官方特别强调古某有重大立功表现，明眼人都猜这是暗指古俊山检举出了背后的更大老虎，就是他的保护伞徐才厚。古俊山这个不起眼的后勤副部长，成为了习近平撕开的军中反腐的第一道缺口。而能够撕开这个缺口的关键人物，是当时的总后勤部政委刘源。
刘源是刘少奇的儿子，根红苗正的红二代上将。据路透社报道，2012年古俊山案发前的一次高级将领内部会议上，刘源当场撕破脸，点名徐才厚是古俊山的保护伞。他拍着桌子放话，哪怕不要乌纱帽，也要将军中腐败清除到底。刘源这一拼了老命的揭发，终于让胡锦涛拿下了古俊山，并顺藤摸瓜，为习近平日后 KO 徐才厚、郭伯雄埋下伏笔。臣要举报徐才厚贪污，祸乱军中，罪不容诛。党章森严，刘大人不得信口雌黄。臣若有半句虚言，便叫痔疮、便秘同时发生。切，我还以为什么毒事呢。哎，不对，你是不是偷看我病历了？你既说徐贵，徐大人受贿，可有证据？说不出来吧。嘿嘿嘿。狗剩，来了。2012年底的中共18大，习近平正式接过军委帅印，新一届中央军委产生。范长龙、许其亮任副主席，郭伯雄、徐才厚从军委副主席位置退下。习近平没有立刻动手，一方面他默默地提拔了7名上将，一方面装作什么都不会做，让郭伯雄、徐才厚仍以老同志的名义出现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习神情沉稳，仿佛在告诉他们：你们退休了，你们是安全低，我现在换一点底下的人，但我还是敬重二老的。猎手最懂耐心，对付老狐狸，只有在其放松的一瞬发动偷袭，随便打，我不会打啊！不是你打我就行了，我不看，你随便打哪儿都行。啊，你打我。甚至在徐才厚被抓前1个多月，习近平还把两人请去看老干部慰问演出。2002年到2012年的10年里，郭伯雄、徐才厚，一个主掌军队业务，负责总参谋部、总后勤部；一个主掌政治人事主管、总政治部。盘根错节的人脉把军中要道层层裹住，当时胡锦涛也只能敬而远之。如今换成习近平，当然不能立刻翻桌，就这样等呀等，在习上台2年后，徐才厚查出癌症，老狐狸到了最弱的时刻，时机像刀锋一样亮了起来。习近平知道网该收了，于是乎2014年3月，消息传出来了，身患癌症刚退休不久的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被有关部门带走了。这是解放军史上最高级别将领因贪腐落马，全军震动。随后，徐才厚被开除党籍、军籍，移送军事司法处理。但还未等法院公开宣判，他2015年3月他就挂了，算是逃过了当众受审的羞辱。徐才厚之后，他好兄弟郭伯雄自然难逃厄运。这位曾叱咤风云一时、号称西北狼的将军，在老搭档落马不到1年后，也宣告倒台。2015年4月，中纪委和军纪委对郭伯雄展开调查。2016年7月，军事法院判处郭伯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哇，嘿嘿嘿，钱，我来了。你好，我是威利旺卡特二舅，威利旺财，欢迎光临财后的钱工厂。哇，你这也不行啊，这什么玩意儿，丑死了。昨天别人刚送的确实太丑了，下午给我小弟拿过去算了。还不如给我叼着。哇，西边山是人民币，东边山是美元。那下面这条河为啥是干的？来人，放茅台啊，这么多。郭伯雄、徐才厚这对大老虎倒台，解放军高层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地震，军队里和他们关系密切的将领纷纷遭调查清洗。2012年到2017年期间，被查处的军级以上将领多达80多人，这些人大多牵涉郭徐的卖官受贿利益链。当然，习近平雷霆打虎，拿下郭伯雄和徐才厚，其用意绝不仅是整治军纪，他不能让军队里除他之外有任何的权力核心。而且，郭徐之罪不只是贪腐，更在于政治上的不忠。官方通报称，二人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结党营私，搞山头主义，非法组织政治活动。什么叫非法组织政治活动？听得云里雾里。2017年19大期间，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揭开了谜底。他在小组讨论会上突然爆料，孙政才同周永康、薄熙来、令计划、徐才厚、郭伯雄组织了阴谋篡党夺权的团伙。哇，他们组织了阴谋篡党夺权耶！很多小伙伴们可能想让我把这个精彩夺权故事讲出来，可惜了，靠谱的材料这个真没有。与其相信轮媒的故事，不如自己脑补一下。不过至少可以确定，他们要做的不光是普通的腐败，而是要挑战最高权威。
所以习近平扳倒徐才厚和郭伯雄也是这次军改中最显的一步棋。郭和徐一倒习近平可谓一战定鼎，郭伯雄、徐才厚正是江泽民当年一手提拔安插在军中的心腹爱将，他们把持军权10年，使得胡锦涛政令不出中南海，中央号令难过山海关。习近平上台伊始就挥刀斩虎，也同时连根拔除了老江留下的各个山头。经过此番宫斗厮杀，频频在军中树立起不容挑战的权威。然而这仅是他重塑军权的开端。反腐打虎让习近平坐稳了军中核心交椅，但光干掉几只老虎还不足以让全军将士对他彻底俯首帖耳。我们的平平还得继续加码巩固军心。于是他决定借一把毛泽东的东风，来一次新时期的古田再誓师。当年毛凭借古田会议奠定党指挥枪的铁律，如今习近平也要给将士们打上思想钢印。2014年10月底，习近平亲赴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主持召开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古田是中国红军圣地。1929年，毛泽东在此召开著名的古田会议，确立了党指挥枪、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毛之后，从未有中共最高领导人在古田召集如此高规格的军队会议。习近平这回把全军470多名高级将领都弄到这个小山镇，让他们挤在当年的红军小礼堂里，亲自给大家上了一堂毛泽东式的思想政治课。他让全军拿出小本本记好，他要坚决肃清徐才厚等人流毒，并再次念起紧箍咒，枪杆子必须掌握在忠于党、忠于人民的人手中。这一刻的他仿佛毛泽东附体，自带东方红 BGM。 古田会议闭幕后，频频立即在全军发动声势浩大的肃清郭徐流毒运动。于是各级党委轮番表忠心，写检讨。古田一役，解放军全面进入了讲忠诚的时代，大到将军，小到士兵，人人高喊效忠，天天对镜练忠诚表情包。这为习近平接下来的一系列大刀阔斧改革清除了障碍。有了思想上的紧箍咒，习总可以放心动手术了。经过一番血雨腥风的清洗和古田思想整训，习近平终于坐稳军中头把交椅。但他并未就此收手，紧接着对解放军进行了一场大刀阔斧的结构重组和新老更替，亲自操刀给刀把子动手术。在启动这场脱胎换骨的军改之前，习近平早已暗自谋划铺垫。他上台后很快展现出一种偏好，通过各种中央领导小组来集中决策权，绕过现在的体系，实现政策突破。当然他架空李克强也基本上这么干的。2013年底，他推动设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自任主席，掌管党政军情报安全系统大权。2014年初，他又亲自挂帅成立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开始部署全面军改方案。这些新设机构让他可以凌驾传统军队指挥架构，直接向军中各领域发号施令。接着就到了开头说的2015年，那年9月3日，那场引人注目的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当外界还在热议郭伯雄、徐才厚倒台余波时，习近平突然在天安门城楼上抛出一个惊人宣布：我要裁军30万。几十年来，解放军人员数量一直都是世界第一，这次一下可是砍掉了13%。但明眼人看出，这其实是习和军队之间一笔耐人寻味的交易。他通过裁军砍掉前朝老旧人马，腾出位置安插自己嫡系。他不但没有拿走军队的钱包，反而加大投入，让留下的人腰包更鼓，装备更炫。下面数据能说明问题。中国军费在过去20年里呈火箭式攀升，从1998年的约310亿美元跃升至2018年的2500亿美元，增长了近7倍，增速远超同期美俄等国军费。美国军费该阶段只增加不到一半，俄罗斯也就翻倍出头而已。更关键的是，巨额军费投向发生明显变化，装备采购和研发所占比例已从2010年的约30%攀升至2017年的41%。军队编制瘦身了，但钱包一点没瘪，反而鼓得流油。习近平用裁军赶走了大批前朝遗老，用持续涨的军费笼络住新军心，可谓是秦始皇照镜子，双赢。钱到位了，枪杆子也就更听话了。2016年被称为军改元年，在习近平强力推动下，解放军启动了建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组织架构重塑。如果说此前解放军的指挥体系像一座层层节制的官僚金字塔，那么改革后的新架构更像美军的架构，像一家灵活高效的现代化企业，扁平化，指令直达。首先是军区改战区，习砍掉沿袭几十年的7大军区，重新划设为东南西北中5大战区，各战区不再各自为政，山头林立，而成为由中央军委直接领导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这一改动打破了陆军一家独大的格局，各军种地位更加平衡，有利于军队协同作战。2016年2月，5大战区正式挂牌成立，
各战区司令员和政委清一色换上了习近平信任的将领。第二步，习近平给过去军委下属的大总部体系动了大手术。习近平撤销了解放军原有的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装备部4大总部，将其职能拆分，重组为15个直属军委的新部门，全部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这等于砍掉了过去层层架空军委的中间商，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从制度上加强了军委主席对各领域的集中控制。过去陆军长期没有独立建制，这次习顺市新设立陆军领导机构，将第2炮兵扩编更名为火箭军，升级为独立军种，掌管战略核力量。又新组建战略支援部队，负责网络、太空、电磁等新型战场领域。一系列调整下来，解放军组织架构焕然一新。昔日那种4大部各自为政的局面结束，军权进一步向平平一人集中。他还将军委班子从11人减到了7人，特别把军纪委书记张生民直接列入军委委员，让纪检监察长坐镇最高决策层。这一反常规安排，倒真让人相信了他反腐的决心。第3步，人事上大换血，通过裁军和机构重组，大批郭伯雄、徐才厚时代提拔的老将被调离关键岗位或提前赋闲，取而代之的是与习近平关系密切的嫡系迅速上位。2015年底，习近平重组中央军委，新一届班子除了习本人，几乎全是新面孔。2位军委副主席范长龙、许其亮，联参部参谋长房峰辉，政治工作部主任张扬，以及军委委员张又侠、魏凤和、赵克石等，清一色是与习有私交或长期共事的人马。有的是上代有交情的红二代，比如张又侠，他爹与习仲勋是老战友；有的是习近平在地方任职时赏识提拔的旧部，比如后来执掌东部战区的何卫东，就曾在福建与习共事。这次大换血，重新洗牌了军中权力版图，老姜人脉再无，郭许体系土崩瓦解，习家军一统江湖。对于军中老油条来说，那真是个官不聊生的寒冬年代，但对习近平而言，却是梦寐以求的理想结局。不过，组织结构的重塑并不等于没了腐败的土壤，须知腐败如同共和国的韭菜们一样，年年割，年年长。习近平换了人，磨了刀，但并没有改变一个领袖说了算的游戏规则。军队的运行环境依然缺乏外部监督，法治缺位，上行下效的人治文化也还在。这意味着腐败可能只是换一种方式卷土重来，尤其在军工采购、高科技、武器研制等领域，投入巨大又高度保密，高层若坚守自盗，下属和外界很难发现，领导缺乏持续监督，再忠诚的新将领也抵挡不住糖衣炮弹的诱惑。一会总书记来演讲，你们听到听党指挥，能打胜仗的时候就鼓掌，到时候表现不错，给你们吃点好的。叽里呱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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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不错，很忠心，不愧是我的。就你不鼓掌，你不想吃点好的了啊？总书记刚刚扇你那傻子，你看我要不要毙了他？不用，给他升一级。现在我们就需要这种傻子。好的，书记。书记，那你看我。我是需要傻子，不是需要傻。随着一路的打火，一路的高压，让中国的军工也飞速跃升。过去管解放军装备采购的职位就是个肥差，军工企业与军方采购部门之间沆瀣一气，捞了不少钱。因为不怎么检查武器质量，武器质量差也没事，有关系就能拿到订单。而在关键的技术研发的领域，钱却很少，进展很慢。习近平为此专门组建了军委装备发展部，这个部门专门高压监管武器购买，并给研发投入经费。他发动内部举报，抓了好多人，贪官们不敢再明目张胆克扣科研经费，再加上研发领域的经费巨量提升，一批尖端装备开始加速列装。下面的内容听起来很像是频频给了钱恰饭，但从我阅读的大量的不是中国官方的国际智库和研究机构的报告来看，中国的军事实力在过去10几年里确实出现了近乎夸张的飞跃。2019年，习近平将2大船舶工业集团中船重工和中船工业合并为中国船舶集团，打造出了全球最大的造船企业。这种牵涉利益方众多的大手笔重组，如果没有前期反腐形成的高压态势，那些垄断性既得利益者恐怕没那么容易就范。紧接着，解放军的一系列明星装备陆续亮相，从仿制迈向创新。先看空军的歼20隐形战机。2011年歼20首飞时，很多人觉得它不过是山寨版 F-22，然而短短6年后的2017年，歼20就正式列装空军了。因为有举国体制加持，从概念到量产只用几年，中国成了继美国之后第2个拥有5代机的国家。而去年年底，更是有不少中国6代战机的视频在网上疯传。再说海军，
10年前，中国海军还被称为近海防御舰队，唯一航母辽宁舰都是连哄带骗从乌克兰买来的旧船。而如今，解放军海军成了全球下饺子最快的造舰狂魔。2017年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下水，2022年第3艘航母福建舰也下水试航。新航母用了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排水量超8万吨，逼近美军尼米兹级。2014年到2018年间，中国海军下水的新军舰总吨位高达 67.8 万吨，比法国和西班牙海军现役舰队总吨位加起来还多。截至2024年，解放军海军总吨位已跃居世界第2，仅次于美国，远超俄、英、法这些传统海军强国。导弹部队的突破更是习近平时期军功腾飞的一大亮点。2015年阅兵亮相的东风21D 航母杀手就让很多人吓尿了。随后号称高超音速杀手锏的东风17也在2019年国庆阅兵中首次公开。要知道，那时候在高超音速武器领域，美国还在试验摸索，中国已抢先一步展示样品。这背后离不开火箭军独立成军后的资源倾斜。火箭军成立伊始，习近平就要他们研究能和美国对着干的武器，于是东风家族愈发庞大。新一代洲际核导弹东风41列装部队。据美国情报显示，中国西部荒漠中冒出了数百个新导弹发射井，中国核弹头库存已从10年前的不到300枚翻了倍，核力量快速扩张。2018年，中国建成了北斗卫星导航全球系统。这看似民用的高科技，其实与军事应用密不可分。军民融合战略在习近平任内被提升到国家高度，军工企业被鼓励民企参与，这样不但将研发市场化，有些尖端项目可以通过民企绕道避开西方封锁。不管手段如何，效果是惊人的。美国军方不得不承认，中国在某些关键技术上已与我们旗鼓相当，个别领域甚至跑在我们前面。这样的评价放在10年前简直难以想象。当然，故事还没到大团圆，军工巨轮乘风破浪的同时，水下也潜伏着暗流与漩涡。中国军工腾飞背后同样埋下了新的风险，而这些风险又逼出了习近平军中反腐打虎的第2季。时间快进到2年前，2023年，距离习近平掀起军中反腐风暴已10年有余。本以为历经大清洗和大改革淬炼的解放军应焕然一新，固若金汤了吧？然而现实却啪啪打统帅的脸。这一年，军中再度爆出一系列骇人听闻的高层地震，其规模和震撼程度几乎称得上第2季的军中打虎。其中由于火箭军窝案影响最大，一些原本被视作习近平亲信的上将亦未能幸免。2023年下半年开始，解放军内部接连传出重磅消息。9月，新任国防部长上将李尚福神秘从公众视野消失。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罕见的一次性撤销了多名军方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其中包括火箭军司令李玉超、前火箭军司令周亚宁、空军司令丁来航等9名上将。一时间，火箭军大地震登上国际媒体头条。紧接着，2023年10月24日，中国官方宣布免去李尚福国防部长职务。2024年6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报对李尚福双开，称他涉嫌受贿等严重违纪违法，且违反政治纪律，对党不忠诚。李尚福可是习近平一手提拔的嫡系爱将，23年3月才刚上任国防部长，却成了解放军史上最短命的国防部长。至于被一锅端的火箭军高层，就更吓人了。这次火箭军窝案究竟牵出了多少人？据美国国防部年度报告数据，自2023年7月以来，中国军队和军工系统约有15名高级官员先后落马，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李尚福、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政委徐忠波以及多名航天军工领域高层。2023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更一次性罢免了9名上将的人大代表资格，官方未做任何解释，引发外界无限猜测，显然是发现了惊天腐败窝案，而且集中在导弹和航天军工领域。一系列迹象显示，这次清洗几乎是针对中国导弹圈来了个一锅端。为什么偏偏是导弹火箭领域集中爆雷？道理并不复杂，一来是钱最多，二来还是老问题不透明。战略导弹是大国重器，国家常年投入巨额预算，但平时极少实弹发射，高度保密，外界监督近乎为零。在这种环境下，滋生贪腐几乎是必然，科研经费层层转包开油，工程项目偷工减料，外界根本无从察觉。即便是习近平精心选拔的火箭军高层，依然有人前仆后继掉进腐败泥潭。这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有些将领根本不信马上要打仗，觉得搞装备建设还不如捞好处要紧。军中这种缺乏信念、醉心捞钱的颓风，让习近平对部队的忠诚度和精神状态产生了严重怀疑。他苦心打造的精兵劲旅，会不会其实外强中干？事实证明，10年前那套打虎加换血组合拳并未消灭腐败，新提拔上来的这一批依然前赴后继。从各方面流出的信息来看，
这次火箭军窝案的腐败确实影响着中国军队的实力，燃料不够量，发射井盖锈蚀卡死，这些腐败导致的装备缺陷可能危及中国战略导弹能否正常发射。试想关键时刻导弹飞不出井，或者射一半掉了下来，这让统帅如何能睡得安稳？眼见如此，习近平不得不再扮演一回武松，二上井阳刚打虎。他一方面严查火箭军内部，揪出一串蛀虫，另一方面也迅速调整人事，用圈外人接管火箭军。破天荒从海军、空军空降将领，由海军中将王厚斌、空军中将徐锡胜出任火箭军司令员和政委，两人随即火线晋升上将。同时为填补李尚福被拿下后的真空，习近平在2023年底任命了新的国防部长，前海军司令员董军上将。董军是1949年以来首位海军出身的国防部长，也是多年未见的非军委排名第一的将领出任防长。这任命有点出人意料，董军既非习在地方时期的旧部，也非红二代，本来没人猜到会轮到他。然而董军走马上任不久，恰逢他的后台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因违纪落马。苗华是习的心腹大管家，也是董军的提携者。苗一出事，坊间一度谣传董军本人也在被调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对此极力否认，但外界疑云一时难消。直到2024年12月，董军忽然高调在上海露面会见外宾，官方借此辟谣，他仍正常履职。董军这次亮相就是在稳定军心，习近平要让自己人知道他对事不对人。大家本以为树倒猢狲散，苗华既落马，董军焉能独善其身？结果嘿，人家真就独善其身的挺住了。2024年下半年，董军过关，苗华被查之后，习近平又一次召唤毛泽东附体，在革命圣地延安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他在会上再度敲打将领们，要求深入反思、自我检讨、彻底整改，重申党指挥枪的绝对原则。这让人联想起古田会议上他怒斥徐才厚余党的场景。10年过去，他居然又回到了原点。解放军内部的腐败和忠诚问题似乎永无止境了。10年前，习靠打虎清洗巩固了军权，10年后，他又不得不再打虎稳住军心。当初那一系列组合拳解决了不少问题，但并未根治病灶，枪杆子背后的人心依旧难测难控。他虽打造出了世界第2的强大军力，却还未真正打造出一支廉洁高效、忠诚无虞、枕戈待旦的钢铁军魂。下周三，9月3日，又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即将在天安门广场登场。这次是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距离上一次93阅兵整整10年。10年之前，他们是朋友还可以问候；10年之后，他们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物是人非，习近平依然会身着中山装检阅三军，但天安门城楼上大概率不会有能和他平起平坐的人。江泽民在22年走了，李克强23年走了，胡锦涛20大上也被架走，从此淡出公众视野。这一次，习近平几乎是孤家寡人般站在权力顶峰，身边再无任何平起平坐的老领导。可以说，如今军委高层清一色是与习近平有千丝万缕渊源、忠心可见之辈，这跟10年前郭伯雄、徐才厚把持军权、习履新时如履薄冰的局面已截然不同。阅兵式上，解放军各军种新式装备将再次集体亮相，新一代主战坦克、国产隐形无人机编队、新型东风系列弹道导弹等都会登场。还有就是大家非常关心的火箭军，不久前履新的火箭军司令王厚斌和政委徐锡胜也将在受阅队伍中亮相。这一切表明，火箭军虽经历震荡，但已完成新老交替，恢复了常态。而城楼观礼台上的每一位中方高级将领，如今几乎都是习近平亲选的自己人。10年军权斗争，他赢了吗？他当然赢了，彻彻底底赢了。军中异己清除了，枪杆子彻底攥在自己手里，军功飞速猛进，连阅兵城楼都成了他一人的舞台，再无人与他分享光环。然而，如果胜利意味着打造一支廉洁高效、真正忠诚而又能征善战的军队，那么此刻的他离这个目标恐怕并不近。腐败，然后整肃，然后再腐败，这个循环依旧在军中周而复始。每清除一批贪官，又有新人受不住诱惑，不其后尘。这10年，习近平军改确实让中国军功腾飞了，但是武功再高也怕菜刀。枪杆子虽硬，但握枪之人终究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在一个缺乏制衡的体制里，腐败恰恰是权力的孪生影子。当城楼上只剩自己人，赞美会迅速聚拢，批评的声音就会消失。在权力的维度，他已经赢了，但是在制度的维度，比赛还远未结束。